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晚间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正式的反转啊，反弹幅度达到0.98%，接近1%的这根阳线呢，成功站上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中枢位置，也就是位于33200点啊，这个位置是一个道指的一个中枢位啊，中枢位成功站上之后，那么我认为道指的反转行情正式开启。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从3月7日开始的一轮下跌，首先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跌破了行情当中重要的支撑位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但是根据我们 K 线修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就有可能走出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3月16日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并且行情持续反弹，不断突破。最终呢，成功站上了跌破了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并在日线级别上成功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最终的一个压力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中枢位置成功发动突破。那么行情目前是一个对于道指来说是一个反转行情。那么道指和比特币目前出现了一个相对的背离状态。我们看到，无论小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比特币都没有持续发生上涨，并且呢始终处在一个箱体当中。那么在整个一轮行情当中比特币都是处在一个反弹的趋势当中的。首先我们看到低点到高点已经反弹接近50%，这个过程当中呢，美股就同比特币发生过背离，但是之前的行情是美股处在下跌趋势但是比特币一直在反弹。那么昨天开始它的这个背离是美股反转行情，但是比特币最终在高位出现震荡但是呢，我认为行情本身对于比特币来说美股和 A 股也好整个金融市场是一条绳子上的几根蚂蚱，或者是一条绳子上的几个绳结。那么只要占有金融市场最大量的美股出现了一个反转行情，那么我认为比特币很快就会突破箱体的上边线29000美金。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八剑阳线组合、沙僧阳线。目前上方重要压力位也就是169均线的位置，刚好是在29000美金附近。所以呢，这个位置最终发动突破呢，上方的压力位144日均线周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在32000点32000点。所以呢，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也就是我们对于比特币给出这轮反弹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目标位也就是在32000美金。那么比特币的多头怎样布局呢？首先呢，我们看到箱体内部在小日线级别的这个箱体内部，我们看到27300点这个位置是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同时呢，箱体的下沿的这个部分26713这个位置是箱体的下边线。所以呢，在短线行情当中，可以以这两个位置的区间作为第一个仓位。那第二个仓位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正在不断上移，所以呢，在上移过程当中的这条均线也构成了我们布局下一个仓位的这个位置。那么行情目前在周线级别上和日线级别上都处在一个上行的趋势。缺乏的是在日线级别当中新的一轮上涨需要一个标志性的阳线。这条标志性的阳线呢，是以突破29000美金作为信号的。那如果出现快速上涨突破29000美金的大阳线的话，那是一个日线级别新的一轮上涨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所以呢，在当前震荡调整同美股的多头发生背离当中的比特币要缓慢布局，分仓进场，最终呢，你可能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就在6天以前我让大家布局道指，布局的原因呢，就是几乎所有的主流币种都在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上方运行，而道指呢一直处在水面之下，也就是一直处在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下方那么昨天晚间马斯克突然吸血来潮要做一个头像，这个头像呢是推特的头像他要把推特的头像改成柴犬类似这种
把推特图像改成柴犬呢，意味着啊狗狗币会带来一波行情。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了道指突然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拉升幅度超过20%，最大拉升幅度37.75%。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依然认为道指它处在一个相对低的价格原因是目前的价格刚刚站上1440均线、1690均线，和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反弹行情相比，道指在这一轮行情当中表现非常一般。那么有了利好之后，我认为这个突破性的阳线呢，会是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有了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就有可能会走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日线级别的目标点位呢，是在0.13美金附近。那么如果行情能够最终发动起来，那道指也是同样有可能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行情的。同时呢，我们一直关注的 SXP 目前是周线级别的8阶阳线上周我就说了上周的行情周线级别是一个悟空阳线，那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周线级别的8阶阳线可能很快会出现。那么本周这根8阶阳线呢正在上行当中，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底部的成交量上周异常巨大，那本周周一过了之后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量这个量呢我们看到的是周线级别的因为只过了1天，所以呢它的这个成交量远不及上周，但是从周一的表现来看，我认为本周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成交量在 SXP 上。同时呢 SXP 也是币安的亲儿子，也是支付板块当中的一个龙头币种，它的总量大概是5.5亿最终呢要通缩到1亿枚左右所以呢在通缩的情况下，在利好不断的情况下 SXP 有了一波上涨。同时呢，我们可以分析它的日线级别在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8阶阳线，目前正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日线级别上就可能走出唐僧阳线最终呢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突破1美金非常轻松。然后我们看它的4小时级别的结构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欧之后做调整，然后再一轮然后调整。那么目前是第3轮的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欧，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欧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组、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4小时级别上涨西欧结束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它要做一个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级别大概率是15分钟到小时线级别那么调整正在继续因为当前时间是早8点早8点的这个时间非常微妙是币安收开盘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在超级主力呢在这个位置上开始了一个快速下杀调整的过程。但是呢，我认为它的上涨趋势既然已经出现所以呢，在调整之后还是容易不断创出新高，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成交量不断放大之后量价齐升的表现，会让SXP 到达1.3美金附近1.3美金是前面周线级别的一个平台期这个位置突破之后才能继续向上看不突破的话，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阻力区间。然后我们看一下 CFX 对于 CFX 来说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之后，目前在沙僧位一直处在调整震荡过程当中这个调整震荡呢是沙僧位的一个重要特征沙僧位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龙头币种香港板块的龙头币种在这个位置上正在调整。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调整过程当中，在高位横盘震荡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在4月中旬到达交点位，那么在近交点附近是它一个变盘的位置。那么可以低接的位置是在0.32美金，同时如果跌破的话，第二个支撑的位置是在0.25美金附近也就是前面下跌调整过程当中的一个平台期，这个位置也是继续布局仓位的一个点位。对于 CFX 来说它的每次上涨非常巨大，每次调整也特别凶狠。我们看到第一轮调整接近40%，第二轮调整呢是达到了65%左右。那么第3轮调整目前最大的调整幅度呢是37%。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要分仓布局。对于龙头板块、龙头币种你一定要有仓位无论怎样调整在调整过程当中调整的多了你可以加仓，但是无论在高位减仓也好，在调整过程当中你减仓也好一定要有仓位，有仓位才能和行情建立关系，最终呢才能获得之前我们像这个 SXP 这样的一个大幅上涨追踪的一个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欧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